欢迎收看关键时刻，我是张道和。今天川普的晶片关税出炉了100%，吓坏了不少人。但没想到是什么？台积电它全身而退，原因是因为台积电它早就赴美来设厂了。你可以看到，今天台积电在台股的表现涨了4.89%，甚至来看到台股的全面的上涨。更有趣的是什么？你看到这一个画面，过去川普不是说要台积电投资3000亿吗？没有想到他竟然在白宫看着纸，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的念出来，台积电只要投资2000亿，这代表除了关税豁免之外，台积电未来已经要垄断美国的半导体市场，要好好去大赚一笔。在要大赚一笔钱，现在台积电要做的是什么？它要重整军备。你看到在这一次2奈米的这个所谓的窃盗案，2奈米的所谓的泄密案件，最新传出的惩处是什么？竟然要连坐5级。我们过去讲，过去在历史上面有个诛杀9族，但没有想到到现代只是一个工程师案件，竟然要连坐5级。连坐5级是什么概念？你可以看到这一张是台积电的所谓的高层的一个名字跟他们的职称，连坐5级。只有一个人不用受惩罚，就是董事长魏哲嘉。其他你看到这一些所有的高层，通通都要受调查，甚至都要来核查。这代表一件事情：现在台积电要做的是从上到下，它完全把它的螺丝给拴紧，而且不仅做给内部看，更是要做给外部看，包括合作厂商，包括竞争对手，它要杀给全世界看，让全世界知道。台积电是怎么办事情的？好，我们现在介绍今天的来宾，第一位财经专家黄世聪，大家好；时事评论员张宇轩，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姚慧珍，大家好；资深社会记者吕玉峰，大家好；专业专家林廷辉，大家好；林传媒政治司法组召集人吴正峰，大家好。好，稍后还有台大电机博士张群宇会加入我们讨论。世聪，我们今天看到一件事，台股大涨了，今天台积电涨了4.89%，哇，大家好开心，为什么？川普的一句话，晶片关税出来100%，他说100%完蛋了，后来才发现没事啦。为什么？因为今天台积电早就在之前都已经设了厂，这是今天为什么台积电能够全身而退的原因之一。但今天让大家觉得更 shock 是什么？台积电哇，太狠了吧！我刚刚讲过，过去你只要得罪圣上，你是诛9族的，没有想到今天一个泄密案件，台积电也玩真的，台积电这么狠。它是连坐5级耶，对，没错。今天的围绕在台积电有2个消息，很多人就会说，哎呦，你看啊，台积电泄密给这个被日本的泄密偷技术啊，然后又要到美国投资啊，被美日联合套控啊，台积电完蛋了。我跟大家讲，事情不是这样看，不是这样看的。台积电今天股价呢涨了55块，站上了1180块。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它的整体市值已经来到了30兆。30兆是什么概念？30兆概念是比我们一个国家的 GDP 都还要更高，所以它现在是富可敌国，整个台湾都还抵不上一家台积电。好，那我就讲为什么今天会涨呢？简单，很多人都说，哎呦，他要投资2000亿，这个川普现在不是上修2000亿啊？你要这个为什么你要这个台积电还会涨呢？因为很简单，因为台积电的未来在美国的这个所有的关税完全豁免啦，所以完全豁免的时候，那这当然对他是大利多啊，所以表示什么？表示川普呢之前狠话讲尽，但是最后呢，轻轻放下。我还是需要你台积电的，没办法，你绕不开台积电，他绕了那么久，绕不开台积电，他只好认输，就是这样。你只要投资2000亿，我就帮你耍好，所以台积电当然会涨。第二个是什么？连东京威力，我们不是都说很多人就说，你看日本的透明技术没有啊？日本厂商吓死了，东京威力科专马上发了个声明稿，他说什么？哇，这个跟我们完全无关，而且我们已经把相关人等 fire 掉了。那个是个人行为。对，我们会用最严厉的在检讨我们相关的内规。我跟大家讲，你什么时候看过日本厂商这样子的面对台积电？为什么？因为台积电是他的最大客户，他完全这个承受不起台积电的损失啊！而且我跟他讲，如果照我跟他讲。如果人家证明说后续是你们真的干的这件事情，你觉得他这家公司怎么办？赔惨了，完蛋的嘛！所以他一定马上出来切割。所以我跟他讲，没有什么美日夹杀台湾这件事情，他们都是美日都需要台湾，所以我才跟大家讲，从今天这个事件你就知道说，台积电为什么能够搞到让全世界都那么的尊敬你，因为台积电是铁腕措施，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像这一次呢。该斩的，他就毫不客气给你斩，而且虽远必诛，千里追杀。而且为什么说全世界都会怕台积电？因为台积电这次在做的事情，第一个，他把涉案的工程师通通抓到，对，他现在查幕后的黑手之外，
他现在在一个内部的大整顿。对，我心里想，有时候出了一件事情，工程师上面是有一个头，你就把那个头给拔掉就好。没有哦，现在你看到画面当中所有的这些人，对，除了魏哲家之外，对，这些人这些高官们常常出现在杂志、出现在新闻上面的这些人，是。通通都要被请去喝茶的。对，没错，这一次台积电的惩处，内部惩处来说，可能会是台积电有史以来牵连人数最多的。好。那我们以前在讲这个中国的这个历史故事，都说什么连诛9族，对不对？那这个明朝的方孝孺是被诛10族，最夸张的。但是我跟你讲，这一次台积电也是会用最严厉的这个手段。为什么这样讲？因为这次试射是2奈米的这个关键技术，对，2奈米是牵涉到国安，而且再发生一次来说，我觉得对台积电也会是重大伤害。所以台积电务必要阻绝任何未来可能发生的状况。所以这次听说会用所谓的连坐法。连坐法现在可能听说是往上呢连续5层，就是我的主管的主管都要被处罚。所以也就是说，为什么这样说？因为第一个，如果是你的员工，按你的员工来说的话，你的主管居然不知道他每天那边登录3分钟，然后再扣那么多，然后出席不正常，你应该有所警觉，没有警觉，好，那你当然要这个连坐处分嘛。那你这个主管呢？那上面主管没有盯得紧嘛，所以连坐5层。那连坐5层来说，太凶了吧？对，那因为我们知道台积电的这个组织呢，事实上是相对比较扁平一点点的，所以那诛5层来说，听说往上，因为这一次涉案也不是基础员工啊，对，他们也算是中阶干部啊，所以听说往上连诛5层的时候，我们在台面上看到，这都是台积电的重要的干部啊，有什么资深的这个经理啦，或副总，听说了不会被处分的，这一次可能只有魏哲家这个层级，你就知道说这一次台积电是怎样，趁着这个机会呢，好好的跟大家要求把这个神经绷紧，把螺丝重新拴紧，因为为什么？因为未来有非常庞大的商机，还有未来的机会在那边，千万不能因为这样一次的泄密案呢，对台积电的商机造成偌大的损失啊！知道这次台积电真的是杀的跟什么一样？对，它这内部跟锁螺丝一样，没有哦，是真的锁很紧很紧很紧。对，它做这个动作要做给谁看？做给内部看。对，它要做给谁看？做给这些设备商跟它的竞争者来看。对，最怕是什么？我们刚刚讲东京威力吓都吓死了，第一时间哦，已经派人来到台湾。对，没有想到他觉得不够，声明稿出来了。赶快做切割，这跟我真的没什么关联的啦。对，没错。我们现在看到就是东京威力科创 TEL 所发出来的这个声明稿，它声明稿说什么呢？经确认涉及台湾司法于2025年的这个8月5号公布的事件 ，TEL 强调本公司遵守法规，还有基于这个基准最重要的这个经营方针，绝不容许违反任何上述原则。那由涉案的台湾子公司的前员工，公司已经采取解雇处分，还有全面配合台湾司法当局的调查。他们目前为止没有发现到这个相关的机密外泄给我们的这个状况了，所以目前为止，东京威力矿是说跟我们公司无关，那是他个人的这个行为，资料也没有外流到我们这边来。那你看这件事情来说，日本媒体也相当关心。你看这个是 TBS 马上就报道了，对，我这个所谓除了这个流到东京威力科创之外，是不是有可能会流到 Rapidus 的这个事情？你看日本媒体都大幅的报道，所以显见这件事情来说，不是台湾关心，日本媒体也非常关心。那为什么日本媒体也很关心？赵你知道吗？东京威力科创可是日本前3大的公司，它的市值前3大。如果它这一次真的出了什么意外之后，它昨天在日本股市就跌了4%，因为这件事情啊，大家很担心，你今晚直接跌了4%，对，你是发生什么事情？它即使是日本前3大公司，但是他看到台积电呢，他都要说老大我错了。所以你知道，事实上这件事情来说的话，的确，我觉得台湾人还有日本都要绷紧神经。另外一个是什么？我觉得这些员工呢，事实上也受到非常大的教训。因为为什么？这一次你看，现在就有人把他们这个资料都弄出来，很多人就说他们都是清大帮的啦，对，清大。你说这个姓陈的、对，姓吴的、姓戈的，对，清大材料、清大化学、清大化学，对，清大帮，对，很多人就你知道这件事情这样发生之后，很多人担心什么？清大，那清大学生第一个时间说，那龙湾好了，你看很多人都是都清大，不知道会不会断了这个清大学生的这个台积这个生涯。你看3位泄密的台积电工程师都清大毕业，清大是否要加强法治教育，或者清华跟法治相关的老师在教什么？你看大家讲了一大堆，都在批评清华，所以我就讲清华大学会不会害怕？清华大学现在有很多员工或者很多老师都非常害怕，说这会不会受到影响？所以我跟你讲这件事情的确是，我觉得大家就趁这件事情把所有的法治教育把它做好。所以今天台积电除了这个手之外，你看到国内
清大的这些学弟妹们，对，学长姐，你不要乱搞，对啊，你搞到之后什么？我以后求职很困难，感觉我们清大都黑了。对，没错。那我觉得的确，大家会担心也是很正常，因为搞不好你们这个就这样搞，那这个台积电会不会不用你们？所以我觉得这的确是很重要的。另外，连这个清大的这个教授都说了，他说没有啦，我们虽然台积电对这个保密防谍的这个高度重视，但难完全的防堵啦。那回归到教育，那如果学生四年只有教育不教伦理，甚至老师自己罔顾学术操守，学生只会确信不会被抓就是对的。那所以连老师都出来说话，那他们也要加强这个法治的这个教育。所以你知道这件事情来说，连清大他可能都要绷紧神经。那我跟你讲，只有清大绷紧神经吗？台大搞不好看到这个我们现在也要开始来教这个部分，全台湾都要这样教。所以我来说，这是一次非常好的机会教育，让大家知道说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严重。好，那我们就讲，目前为止来说啊，当然。关于这个技术流到什么地方去，有很多人有很多想法嘛，对不对？我们讲到有人就说，哎呀，这个技术是流到日本啊 ，TEL， 然后流到 Rapidus。现在目前为止，日本是否认哦。对 ，TEL 说绝对没有，那 Rapidus 也认为说没有这个可能性。那到底有没有可能呢？我个人认为是可能性蛮低的，因为什么？因为事实上 Rapidus 的这个 IBM 的技术跟台积电完全不一样，它偷了之后，这个材料什么都不一样，这个参数到底有没有参考价值？或许有参考价值，但是它没有必要要冒这么大的风险，这是一个。另外第二个人就有人是说，事实上这次设计的这个层级来说话，好像也没那么高了哈，就是说不是最高层级，他们能够偷走的是不是也没有那么多的机密？那尤其这几年，我就讲台积电的员工从原本的6万到8万多人的时候，可能很多员工进来的时候，他们要求快，然后就把这些技术呢，譬如说这有人就推测说，事实上这是什么啊？员工在外面的时候，他这个机台处理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然后就跟 TEL 的员工呢在那边讨论这样的状况，所以这有很多揣测啦，那甚至是这样的状况。好，不论如何，我觉得现在检调要查的是什么？这个资料到底最后流到什么地方去？那我认为有几个可能性。第一个就是说，第一个会不会流到对岸？我觉得有这个可能性。为什么？假的？因为为什么？因为目前为止来说 ，TEL 它主要是做什么 ？TEL 主要是做蚀刻。那蚀刻的这个部分，蚀刻、光阻还有包括沉积这3个东西来说，中国也想要突破。中国来说的话，中国如果要技术突破，是不是如果拿到 TEL 的相关？所以我们先要查哦。这个 TEL 的员工是不是有可能接下来会跳槽到中国去？这个是可能一个方向，因为如果这些技术对中国来说是相当的珍贵的，这个是有可能的。那至于说它这个技术流到中国晶圆代工，我觉得基本上是不太会有。另外第二个可能性是什么？因为我们这几年呢，很多台湾的半导体的设备公司都大涨。对，我只要把这个半导体的设备里面，我只要专精某项的器材，我出来创业就会大成功。所以他们会不会是有一个未来可能要一起来创业，然后把这些 know how 都搞清楚之后，然后把它弄出来做成他们公司未来的这个 know how？ 我觉得这都是可能性啦。不过我觉得经过这一件事情来说话，台积电我觉得也是很好，给全台湾人民众一个机会教育，不只是公司，不只是供应商，连全台湾的学生、老师都要绷紧神经。另外第二个，检调目前为止一定要继续查，这个查最后到底金流到什么，有没有金流？然后这个资讯到底最后到哪里去？而且今天这个金流怎么样？今天连这个所谓的工程师对，买了什么样的房子，都查出来。你的钱到底怎么来的？是你是用现金，对，还是用什么样的金额去买？都要查清楚的。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不难查，你只要把这个金流抓住之后，然后最后这个资讯流到什么地方，我觉得不出几天的时间查下去，绝对可以水落石出。玉凤，我们今天看到这一起案件的时候，我们觉得非常怪，甚至连台积电人都觉得非常怪。为什么？今天他们请了几个工程师，一个拍，那就大家觉得说什么莫名其妙？为什么？因为我们都知道，每个工程师他就跟螺丝一样，他只会在他的职位上面做，所以等于是说他只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事情，他不知道其他人是要去做什么事情。但是他的生产线非常的大，那你今天拿这些资料根本没有意义啊！所以现在大家都在查一件事情，这背后是不是还真的有所谓的幕后藏镜人？都知道每一个单位最重要的那一个人是谁？借此来偷机密，然后把这机密整个串起来吗？好，其实，在半导体里面呢，它的治安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它内部的一个防止间谍的关系是非常的严密的。那这一次的话，主要有3个人，比如说戈南、吴南跟陈南，而这3个人为什么会被收押，为什么会被抓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后面有一个原本是他们台积电他自己的设备的工程师去找了他们，可是呢，对检方的来办案的态度来讲的话，不是这样子看的。为什么不是这样看的？一定是他有需要，
它有需要，台积电的工程师有多少人？有6万个 ，RD 有将近8万个。那为什么要找到这3个人呢？这个东西来说的话，检方会觉得有人下订单，他并不是说我今天能够找到谁愿意配合我就拿。我告诉你，有一些人在里面，他真的就只负责顾生产线，对，他只顾生产线的 RD 日夜轮班3班制的，他根本拿不到精敏的设备厂商、精敏的一个资料。那为什么特定锁定这些人？那就是因为这些人他手上或者是他的 access 他的权限可以接触到。那为什么可以接触到？谁会知道？一定是后面有一个人。这个人知道说他待过台积电，他也知道说这些东西来讲，对他来说的话，他是可以找到相关的人，然后去拿到资料的。所以你要想一件事情，绝对不是乱枪打鸟，不是说我今天扫下去，谁愿意配合 PDF 档拿出来之后呢，我再回头慢慢来拼凑。因为这些东西来说，你今天拿到的资料，你最多2个月。已经不重要了。对，为什么？因为制程一直在走，制程一直在改变。你今天拿到的参数，或许今天当下很重要，可2个月后它一点都不重要。所以现在检方要查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是后面谁是幕后的大的 boss， 谁是幕后的大老板？是谁下订单要找到这3个工程师？而这3个工程师这么大胆，在星巴克里面进去他们的内部网络来调这些东西。所以呢，第一个这个才是重点。好，再来另外一个的话，大家就在想。那到底后面是不是东京威力科创？今天我们去问的时候呢，其实大家只注意到一件事情：东京威力科创它也是这么大的公司，那这么大的公司会做这种事情吗？我告诉大家一件事情：东京威力科创在新竹的分公司有没有被搜索？它被搜索了，有被搜索。被搜索代表什么意思？代表说他们有足够的一个怀疑，而这怀疑后面的话是有什么？有证据的。你想想看。如果今天北基站好，新竹的是线道站，直接冲去东京威力科创，你最后拢力气，然后告诉大家误会一场。第一个，台日关系友好，你担得起这一个破坏情谊的罪名吗？第二个，他也是外商人家也是 Rapidus， 也是国家队里面的主要成员你有办法来做这些事情吗？所以就是2个重点。第一个，后面谁是大老板？第二个，如果今天东京威力科创在新竹的公司也被搜索的话，那代表什么意思？代表目前检方应该是有查到相关的资料，有到他这里，对，有到了这里来的话，你分成2个层级，是个人，是你的员工，还是你的公司有？其实我觉得后面其实有很多的美感要我们的这个高检署去想办法突破，因为怎么说都是你的员工，能不能够上去查到是你公司的话，我觉得这个查下去的话，恐怕还是有机会。好，再来另外来讲一件事情，就是说现在。这个诚信工程师，他先待了台积电，然后呢再去东京威力科创。现在来说，你就是要去厘清这个关系。对，你是单纯的跳槽，还是呢你在台积电的时候呢，你已经做了这些事情了？什么意思？你原本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角色。你原本是里面歌男跟吴男的角色，工程师，你负责这个设备整合的工程师，你已经在以前干的这些事情，然后呢，再被拉出来到了东京威力科创。那现在来讲的话，这诚信工程师呢，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学历在台积电担任的整合的工程师8年，5奈米、3奈米，它都是先进制程好，那现在来说的话，有一个线，你找到了诚信工程师，那你是要往上找他的主管，而他在东京威力科创的主管。以前也是来自哪里？来自台积电，这么巧。所以现在这么多年来的话，做坏事不会第一天就被抓到。你以前在那边做了8年的整合工程师，然后呢，你去东京威力科创，而东京威力科创你现在的直属长官也来自台积电，所以现在检方在慢慢的拉，到底可以怎么样把它给拉出来？那现在很多人在讲说，比如说专家讲说，哎呦，基层工程师分工很细，能够熟悉的只有自己的东西，如果是高层主管才有可能看到整个制程比较详细的资料。问题是这一次你回头去看。并不是说我整合资料之后呢，我拿来看哪些对我有用处，而是这一个诚信工程师他后面的人把这个东西给弄好之后呢，下了订单，我要拿哪些东西。所以呢，其实只要知道一部分的参数，如果是下订单的方式的话，代表什么意思？代表说我这个制程，我这个节点，我很努力。可是我告诉大家一件事情，你在试错的过程，你最浪费的是什么？是时间。对，你要跑完啊。你要跑完，然后你整个封装好，你才可以知道说我这片良率到底好不好。可是当你在这个一个节点、一个制程在追管的过程当中的时候呢，你最不够了什么？也是时间。
当我们为什么每次台积电都会领先三星？因为我们之前就是一步啊叫不来，一步摸，我们弄到了之后，三星每次想要什么弯道超车，结果呢？结果弯道摔车，没有办法超过我们。所以这次来讲，最重要的东西就是说，他们到底第一个拿了多少重要的东西出去，第二个拿了多久？不可能第一次做坏事，因为你想想看，他们敢在这个星巴克就直接翻拍，那代表什么意思？代表以前有没有干过这个事情？我相信以犯罪心理学角度来讲，以前有干过，而且以前没被抓过。现在讲说啊，后面的老板是谁，还有这些东西流到哪里才是重中之重。正方，我们这次看到一件事情，台积电对内部的整肃那手腕之狠，连做5集哦，除了魏哲家之外，其他全部通通查。你看到了这一次的所谓的泄密案件，你跟我讲，我才知道一件事情。他们这一次也在做所谓的保密防谍。我今天不单单的只是去报一个案子，去找所谓的国科会，没有哦。今天是曾任检察官的台积电副法务长谢福元，从他发起之后，他二话不说，直接找上这一次办案的刘怡君，他指定他来办案。结果整个这个所谓的联系起来之后，整个全部都动起来。没有错，这个谢福元台积电副法务长谢福元，他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角色，而且他是一个潜藏版的隐藏人物。为什么他很重要？因为他跟检界的关系非常之好。谢福元他是司法官班23期结业，那时候结业的还有谁呢？他的同学叫前法务部长、前陆委会主委邱泰山。邱泰山是他同学，邱泰山是他同学，还有前北检的检察长这个周章清都是他同学，没有错。所以他这个谢福元他的角色，他跟检方关系非常之好哈。那他以前也调过那个法务办事过，然后他也在这个陆委会跟海基会服务过，然后之后退下去当律师，再转去台积电。做这个从那个法制的人员开始做起，做到这个副处长，这个副法务长，抱歉。然后呢，所有法务部的对口都是他，什么意思呢？就是所有法务部的行程，然后课程安排，还有这个检方跟台积电之间的联系，都是靠他，全部都找他，全部都找他，只要跟法有关的，就是他来处理的。不只是单项，还有。这个法务部有需求，什么需求？因为法务部这边有什么？有这个司法官学院，就是那些学官接下来要去当检察官、法官的这些人，他要去要去外面参访的时候，跟去台积电实习的时候，也是透过这一位，所以他非常的重要。因此他就跟这个刘怡君检察官搭上线。为什么？因为刘怡君检察官之前曾经办过什么？台积电28奈米技术外泄案，对不对？所以他们两个就熟悉。因此这一次台积电它很特别，它没有找新竹市调处办哦，它一开始是直接找上了谁？就找上刘怡君来办，直接对口是刘怡君。对，那为什么？你有没有想过，以前这类的营业秘密案件都是找谁？都是找调查局办，对，然后调查局在收证之后再报指挥、报检察官，对不对？因为这个刘副法务长他对于这个案件非常的敏感，他知道如果我去新竹市调站去报案的话，可能会什么？可能会外泄。你说他怕的是什么？人多嘴杂，我就单线我去找人就好。因为这件事情是动摇国本的。我们昨天有讲到加息嘛，非常的谨慎，所以呢，大家就来开会，开会之后就认为说最适合的人选还是你刘怡君。对，因为刘怡君坦白讲，他是我们台湾办营业秘密案件的数一数二厉害的检察官。对，所以虽然他的个性比较强悍一点但是因为他办事非常的有效率，所以他们所有这个高检署就指分给他，由他来侦办。对，那他办了之后他发现说，这个案子是什么？这个案子需要我一个人办不起来，我要什么？我要团队办案呐。所以高检署检察长张斗辉还有他的主任郑新宏就指定了一个团队，这个团队就是整个制裁分署。整个制裁分署，你说原本可能说从制裁分署里面抓1、2个出来，没有，这次是全体动员的，6个检察官全部都来办这个案件。所以你就会知道这个案件有多么的严重，而且你跟我讲，我才知道一件事情：6个检察官一下去之后，现在在搞是什么？在搞一个是超音速开庭。我们都知道，7月25到7月28分非常多地去抓人、去搜索，没想到回来之后疯狂的开庭，而且你知道
这个案我们刚刚讲它非常保密，对不对？所以他去，我们以前都会先送调查局，调查局之后通常到下午才会送地检署或者是检察署复讯，对不对？这案我跟你讲，早上8点就到高检署了。对，而且检察官非常谨慎，他还把六个嫌疑人隔离侦讯，所以他还跑去跟高本检，因为制裁分署在那个高检署的第三办公室哈，然后因为他只有一个庭，所以检察官还跑去跟高本检借庭，所以他6个被告隔离侦讯，隔离侦讯。那侦讯之后，他就发现这代志大条啊，要安怎如何时候嘞？然后呢，他们就做了一件非常特别的措施啦，他们把我们昨天有讲说有3个声押，对不对？3个声押，他把他带到哪里？带到智慧财产及商业法院，在哪里？在板桥火车站里面。你说他为了不让别人所发现，特别他侦讯开庭的位置是在板桥车站，对，人来人往这些地方，没有人会发现，没有人会发现这个人是出卖国家机密的人，对，没有错。然后在里面不让人家供这讲，然后里面就在开强制处分庭。开了之后呢，我跟大家讲，就是少娥刚刚讲了，这个刘怡君因为他讲求他非常效率非常之高，他从7月底到今天从一早就开庭，开到晚上，连中间中午各加崩加就再回去开庭，所以你就知道他们这个案件对他们来讲压力有多大，仿佛什么台积电上任，对不对？台积电的员工也是为套炸康可嘎3班制的3班制，他们也是啊，而且他们里面的人我跟你讲，还有签发什么叫侦查保密命令啊？那什么？这是侦保令，我们俗称的侦保令，这个也是台湾比较先进的制度。侦保令就是说，我在侦查期间，所有的东西你们接触到的人都不能外泄，只要外泄，你就有刑责，就不是一般的那种。你说连我的家人，连我的什么孩子，绝对不能讲。对，你一讲是有刑责的，比侦查不公开的刑责还要来得重的。对，没有错，这个叫侦保令。侦保令。就我们刚刚讲，侦查期间所有接触到这个公文或接触到证据资料的人，你全部都不能外泄，你只要一外泄，你就有刑责。对，好，然后呢，这个刘检呢，他就是我们刚刚讲，他极度有效率，所以呢，我跟你讲，有效率到上级要找他都找不到人，长官想要问他事情，对，找不到他，找不到人，因为他在干嘛？他在开庭。对，他从一早就开庭到深夜所以他非常的认真。因此呢，我们在研判，通常这种羁押案件可以，一般检察官为了要比较谨慎，通常会拉长时间，拉了4个月，因为侦查期间羁押是4个月嘛但是因为刘检以他目前办案的速度来讲，很有可能，因为他今年8月28要调动，很有可能在他8月28调动之前，就可能有初步结果出来了。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